800标兵奔北坡，炮兵怕把标兵碰。跨年了，朋友们，是不是感到既高兴又失落？我也有同感，因为真相并不是我们跨年，而是这年无情地跨过了我们。2025，中国进入通缩时代，那么通缩到底好不好？你喜欢物价更便宜吗？如果工资也降低呢？网上经常有人讲段子，问说你消费降级了吗？怎么降的？男生回答说，我开始碰老婆了。女生回答说，我老公看上去顺眼多了。玩笑归玩笑，但它准确描述了当下现状，消费降级。猫眼数据，24年圣诞平安夜，电影票房收入3840万，仅为2011年的不到30%，暴跌为13年来的最低点。除了电影，人人买得起的可口可乐也出现业绩下滑。24年 Q3 季度财报显示，可口可乐在中国所在的亚太市场销售额下滑4%，但在其大本营的北美市场却同比增长了12%。以上属于酌情消费品，还不够代表性。咱们再看一组数据：北京11月份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同比下滑14%，上海11月份社零同比下滑13.5%，二者均创下24年最大下滑记录。而在20年疫情之前，国内社零同比增速从没低过8%，却在23年之后开始走低。综上可见，消费降级不分行业、不分城市，而是全局降级。那么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经济困局呢？答案是通缩。通货紧缩是指商品和服务价格下跌的经济现象，与通货膨胀相对。这里问题来了，物价便宜不是好事吗？咱们不卖关子，直接说说通缩的危害。第一，当预期价格不断降低，消费者会推迟消费，不敢花钱，也不愿投资。第二，商品价格降低，但成本不变，导致企业利润下滑，甚至倒闭。第三，企业盈利减少，裁员降薪，使得失业率上升，进一步削弱消费能力。第四，实际收入下降，但债务维持不变，所以实际偿还的债务负担会加重。不难发现，通缩是一个连锁反应，商品不断降价，流通货币减少，所以钱越来越值钱。居民拼命攒钱，企业见天裁员，随着失业率升高，居民更没钱消费，没消费，商品继续降价，自此形成恶性循环。通缩到底有多可怕呢？这么说吧，任何国家都有10几种办法去抑制通胀，但是至今还没哪个国家成功战胜过通缩。所以主流经济学家一般都主张温和通胀，因为通缩等同于宏观经济的癌症。最典型的通缩案例是1929年美国大萧条以及泡沫破灭后的日本。大萧条有多惨呢？1929年到1933年间，约有200到400万中学生辍学，1370万美国人失业，失业率一度高居25%，无数人的资产一夜变成负债，普通人找不到任何工作，各地饿肚子领救济的穷人队伍常常要排出好几个街区。日本在90年戳破泡沫后，随即被通缩魔咒控制，大量账面资产在短短1-2年间化为乌有，出现许多来不及脱身的套牢族。恐慌心理使得消费和投资双双收紧，不仅毁掉了泡沫成分，也砍伤了实体经济。至于中国会不会走日本老路，我们后面细说。先来看看眼下的状况，到底是通缩还是滞胀？在经济学上，当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出现连续下降，即标志着通货紧缩。如果按这个标准，中国在23年的 Q3 季度就已经进入通缩阶段。如果时间再拉长一点，情况则更为紧迫。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24年9月份，中国的 GDP 平减指数已经连续18个月处于负值，是1993年有数据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通货紧缩。同时，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年增幅从22年10月到24年11月已经连续下跌了26个月。有人说不对啊，通缩不是物价便宜吗？可我现在吃顿烧烤它都涨价。的确，24年一整年在居民消费体验上，一方面水电、燃气、蔬菜、水果、肉类，甚至街边摊价格都在上涨；另一方面，房子、汽车、家电和电子产品等等竞争非常激烈，价格不断下跌。还有什么酌情消费品，例如化妆品、酒店、奶茶店，营收也在大幅萎缩，尤其是奶茶店的倒闭潮，可以说势不可挡。也有人因此得出结论，说生活必需品在通胀，非必需品在通缩。还有人说微观在通胀，宏观在通缩。既通胀又通缩，是不是有点迷糊？难道资本主义的指标真的无法衡量中国的革命形势吗？这个问题我们划分两头。首先，通胀水平不能只看物价，还要看货币流通量。中国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增加了吗？你比往年赚的多了吗？相信很多人会说并没有，而且还因为生意赔本，单位降薪，收入变少了。如果把市场比作一间屋子，流通货币就是空气，通缩就好比屋子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最后大家都会因为缺氧而倒下。既然流通量减少，就不能只盯着水电、猪肉涨价的1-2块，而不去看房价贬值的几十上百万。举个例子，李雷20年花300万买了套房，然后下楼吃顿烧烤庆祝乔迁，买单花了200，感觉好便宜啊。
25年的今天，韩梅梅花200万买下了李雷那套房子，李雷为了庆祝脱手，同样下楼吃顿烧烤，买单一算250。这时候李雷肯定立刻掀桌子，说我去，怎么通胀了？同样一套房，同样一顿烧烤，旁人都觉得李雷是个250，只有李雷自己觉得通胀了，因为他只看到烧烤在涨价，却忘记房子亏了100万。至于烧烤为什么涨价，这就要说起另一头，提振消费，拉升 CPI， 拉升 CPI。24年10月18号，财新报道，6大行及招商银行集中下调存款挂牌利率，幅度为5到40个基点。这是继24年7月后，时隔不到3个月的再度下调，也是自22年9月以来第6次主动下调存款利率。24年5月，中国多地上调水电燃气价格，根据估算，本次公共事业平均价格上涨6%，将拉动 CPI 和 PPI 分别上涨0.3和0.7个百分点。消息一出，有人发现 A 股的水务、燃气和电力板块纷纷走高。时至年关，再看年内 CPI 变化，确实是有效果的。总的来说，这波操作的逻辑就是，既然你不愿意花钱，那就强制你花钱。换言之，我们并不是通缩加通胀，而是在承受治理通缩的代价。所以通缩就是通缩，不用发明新词儿，说什么停滞性通胀。实际上更需要关注的是提高基础消费，把 CPI 数字强行拉起来，却还是不能有效刺激经济。说明什么？说明消费还在进一步萎缩。萎缩到什么程度呢？接下来我们就模拟一下整个通缩过程，看看到哪个阶段了。通缩第一个阶段，商品和服务价格全面下跌，消费者延迟消费，商品流通受阻。上期节目我们聊房地产泡沫破裂，从21年7、8月开始，到现在已经超过3年。在这个过程里，房价一直在下跌，有买房需求的人却迟迟不肯出手，因为下降通道一旦开启，就连农村的大爷大妈都知道，房价还会一降再降。12月底，有网友发帖，佛山做家具的门窗工厂到了倒闭爆发期，仅24年3月份至今就倒下了1000多家，预计还将有2到3000家死在春节前。要知道，房地产相关的上下游行业多达60多个，而家装门窗就是其中之一。当实体企业大量裁员，生产和消费的平衡被打破，这时候就到了通缩的第二个阶段，价格通缩逐步传导到工资通缩，人才流通受阻。这一阶段的特点不是钱不够多，而是赚钱的机会不够多。财政部数据显示，24年前3季度个人所得税10758亿，同比下降4.9%，10月同比下降3.9%，11月再降2.7%，12月如果还降，等于全年都下跌。再看一下前值，20年个税11568亿，同比增长11.4%，21年增长21%，22年增长6.6%，直到23年首次出现同比下降1%。也就是说，个人所得税在疫情3年都是增长的，却在经济复苏之际下跌了。如果说个税不足以体现裁员降薪的严重性，来看看北京统计局的数据。24年上半年企业经营情况显示，期末用工人数几乎全行业下跌。大家可以按暂停，仔细看看这组数据。当中产返贫、35岁危机、断崖式降薪等词汇成为网络热门话题，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目前已经深度进入通缩第二阶段。如果趋势持续扩散，物价和工资将会形成下降螺旋，进一步引导通缩自我实现。第三阶段，债务通缩。经过前2轮洗礼，家庭部门在这一阶段会减少或停止借贷，并且提前还贷。企业和政府也一样，在巨大的偿债压力下，需要处理高利率贷款。事实上，中国正处在债务周期的末端。11月8日，财政部长蓝福安称，地方需要消化的隐性债务总额为14.3万亿，将推出10万亿天量化债计划，拯救地方政府，拉动需求。这10万亿会像08年的4万亿一样刺激整体经济吗？答案是不会，因为这10万亿重点是化债。所谓化债，就是借新还旧，把高利率债务置换成低利率，而非直接注入经济。再观察 M2 数据，22年1月底到24年11月，中国的 M2 扩张了69万亿。但神奇的是，自23年开始，中国的物价指数涨幅从来没超过1%，甚至有近一半时间还是负值，是不是很诡异？一方面大量印钞刺激通胀，另一方面这些货币发出去却不能直接进入流通领域和实体经济，这就是典型的流动性危机，意味着中国经济不缺钱，只是钱在金融系统里空转，没有去到真正需要钱的人手上。金融空转的结果就是一旦债务通缩达到拐点，债务和资产将会一起破灭，从此进入旷日持久的大萧条。很多人很纳闷，中国经济连续成长了40年，怎么一到24年突然就不行了呢？过去10多年里，中国经济能够高速增长，大部分是由债务扩张、房地产泡沫膨胀以及基础建设投资推动的。先说说基建投资和债务扩张。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出了著名的4万亿计划，大量投资铁路、公路和地铁等基础建设，用来拉动企业活力，刺激整体经济。此后，地方政府纷纷投入基建事业，除了发行常规债券以外，还成立城投公司，大规模发行隐形债。城投公司的隐形债并未列入预算管理，
长年累月下来，逐渐开始失控，但政府却是背后的实际债务人。这些债务在短期内刺激增长，却也让经济陷入泥沼。例如贵州省独山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足10亿元，前任县委书记潘之力却疯狂举债投资，打造大型景区和高尔夫球场。潘被免职时留下了400亿债务，大部分年息超过10%。这就意味着独山县即使把每年所有财政收入全用来还债，还不够偿还利息。另一个经济炸雷当然是房地产。中国房屋拥有率高达90%，远超美国的65%，英国的70%，而中国人又把70%的钱都花在房地产上。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已经导致18万亿美元的财富蒸发，相当于每个家庭损失6万美元，按当前汇率，差不多是每个家庭损失44万人民币。这对中国消费者的信心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我之前做了好多期房产话题，大家始终在讨论房价高低，却对游戏整体缺乏比例感。其实早在10年的时候，各大1、2线城市疯狂涌现所谓地王，那时候就有人讨论到底是房价贵还是地价贵。可是后来大家都被淹没在炒房热里，管它房价贵还是地价贵，明天总比今天贵。这里我分享一篇任泽平16年的文章，从宏观上看，2014年土地出让金和税收占房价的比重达80%以上，历史平均为61.7%，也就是说政府所得切掉了房价奶酪的6到8成之多。要知道，房地产占中国 GDP 的1/4，贡献40%的财政收入，泡沫破裂等同于海啸般的冲击。财政部数据显示，24年1至11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3.26万亿，不及21年同期的一半。很明显，泡沫破裂不光是家庭财富损失，土地财政也同样崩溃。现在地卖不动了，地方政府债务无法接续，所以此前3令5申要过苦日子。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政府和居民双双债台高筑，用债务买下过往所有的繁荣，接下来就得用萧条偿还所有不曾拥有的财富。财新报道，12月20日，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媒体交流会上称，凯恩斯经济学对中国不管用了，因为中国并非简单的周期性经济下行，而是结合了需求不足、房地产冲击和地缘政治风险的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的意思是，不仅要担心经济下行，还要防止社会衰败。陆挺比较委婉，咱们来翻译翻译。第一，持续20多年的虚假繁荣积累了天量债务，出来跑都是要还的。第二，川普2.0到来，依赖出口拉动增长有难度。第三个他没说，我来补上。中国实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导致人口结构开始崩塌，想让子孙还债没门，因为子孙不够用了。既然凯恩斯主义救不了中国，那么新凯恩斯主义行不行？为了做这个专题，最近集中读了保罗·克鲁格曼在《纽时》的专栏文章。今天针对中国困境，分享一下他的观点。克鲁格曼这位大叔是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被称为凯恩斯之后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也因此，他在《纽约时报》的经济专栏一写就是25年，终于在前几天届满退休。克鲁格曼被称为经济乌鸦嘴，是因为他预测到了1997年的经济危机。另外，他讲话非常直接，经常批评各国政府，预测风险算是本职工作，讲真话倒是值得尊敬，实事求是嘛，非常符合学者本质。克鲁格曼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是消费不足和产能过剩，他认为真正良性的增长一定是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而非推动大量无回报的投资和无底线的增加劳动时长。从数据上看，克鲁格曼没说错 ，CPI 苦苦维持，徘徊在0.3上下 ，PPI 一降再降，降幅收窄都是新闻。消费者这头价格在降，生产那头价格也在降，说明确实产能过剩，而有效需求不足。其实我们一直也在喊刺激内需，甚至前几年已经打算内循环了，意思是我不跟你循环了，我自个儿内部消化产能。可是尝试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根本不可能。原因大家都知道，居民浑身都是债务，连小孩都是负债出生的，是真的没有闲钱参与消费，为国解忧。中国家庭消费占 GDP 39%上下，近年来基本没有变化。相比之下，美国居民消费占 GDP 约为 68%， 这也就说明了中国 GDP 更依赖出口。这种路径依赖的后果就是产业政策倾斜，国企主导的钢铁、电动车等产品产能日益过剩，产能过剩又加剧了价格下跌，导致企业经营更加困难。想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增加居民收入。具体怎么改变，上一期节目已经说了，就是要让居民合理参与分配。如果还没看，记得去补档。当然，在鼓励增加消费、减少储蓄的同时，还要完善微薄的福利体系，提供更多的医疗保障和失业救济。不过这一切似乎有点晚了。中国在赚钱最凶的时候，并没有建立工会和福利体系，先拿掉工会生意工资，再拿掉居民合理保障，导致国内消费群体始终没培养起来。所以现在要刺激消费，就显得捉襟见肘。再加上3年疫情消耗了大量民间资本，原本频频走动的亲朋好友，至今仍然留有应激创伤，导致有效经济活动始终处在低水平上，以至于我在写这篇稿的时候，心里都在默念：欧美市场可千万不要消费降级啊！他们要是降级了，我们作为生产小能手，可真就回天乏术了。
经常有人说你这也太悲观了，我们还有高科技啊，还能产业升级啊。毋庸置疑，这确实是一条出路。我也很希望国强民富，但产业升级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资产自由配置，让市场去决定哪些产业该留下，哪些产业该迭代。试想，如果全社会的资本都扔给芯片、光伏、电动车，显然会造成许多无效投资。25年伊始，已经看到有人在分享电动车倒闭清单了。这些圈红的电动车品牌，就像独山县的假景区一样，耗费无数国帑，积累天量债务，却无法创造财富。问题显而易见，用扩大产能和政府投资来维持 GDP 高增长，无异于饮鸩止渴。同样是房地产泡沫破裂，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覆辙，也失去10年、20年呢？关于这个问题，克鲁格曼直言，中国会更糟。我也认为，中国跟日本完全没法比。日本当年陷入通缩的时候，人均 GDP 已经追上了美国，所以30年不增长，仍然身处发达国家前列，真正演示了啥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中国2023年的人均 GDP 只有美国的15%，这种情况下陷入通缩，后果无法想象。克鲁格曼认为，与其说日本是一个警示故事，不如说它是一个榜样。到底是怎么个榜样呢？难道日本长期停滞是假的吗？我们经常听的故事版本是这样：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历了巨大的股市和房地产泡沫，最终泡沫破裂，留下了陷入困境的银行和堆积如山的债务，导致一代人经济停滞。其实这个衰落故事还有另一个真相：人口结构。由于低出生率和不肯接受移民，日本的劳动适龄人口一直在迅速下降。可奇怪的是，自1994年以来，日本和美国适龄人口人均 GDP 增长却几乎是齐头并进的。经过调整人口因素，日本人均 GDP 显著增长，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45%。虽然不如美国增长更多，但这打破了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说法。还有，一般我们都认为，一个劳动人口不断减少的经济体会导致投资疲软，所以很难保持充分就业。然而事实上，日本的适龄劳动人口就业率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哪怕是08年金融风暴和20年新冠疫情，都要高出美国一大截儿。这说明日本成功避免了大规模失业和苦难。在中文互联网上一直流传着平成废宅的传说，喝可乐、看漫画，不出门、不运动，也不爱谈男女朋友。的确，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15到24岁青年失业率一度飙升至10%，但这种高水平青年失业率到10年代以后迅速得到缓解。反观中国，23年6月青年失业率高达21.3%，是日本最高点的2倍多。到24年8月，仍然保持着18.8%的高度，说明大规模失业并未改善。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失去这30年，并不是一个疲惫停滞的社会，而是通过人均实际收入增长和低水平的失业率，冲消了人口不断减少的陷阱。当然，日本通过财政赤字来扩大就业，将来是否会引发债务危机，这个还有待观察。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中国会成为下一个日本吗？克鲁格曼认为，日本之所以是个榜样，正是因为它在应对人口难题的同时，还能保证社会稳定繁荣。现阶段来看，中国和90年的日本开局要素差不多，都是消费不足、产能过剩，适龄劳动人口逐年减少，而且都依赖过度膨胀的房地产维持经济运转。不同点在于，中国大部分领域仍然落后于前沿技术，进步空间还很大。既然开局要素高度一致，要做的只有一点，就是在如何不造成大规模痛苦的情况下，去维持比较低的增长。但这是有关治理目标的问题，做不做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又是另一回事。日本作为榜样，用了30年才走出困境，难道通缩真的没救吗？答案很明确，一点没有。如果非要有的话，就是别通缩。通缩时代的真相，很多人已经体会到了，越折腾负债越多，摊子越大越难熬。哪怕是跑滴滴、送外卖、掏大粪，都挤满了人。学历高低都没用，因为物价降低的时候，人才的价格也会跟着降。前几年还号召大学生脱下长衫，现在呢，就算脱光了也没用，因为就连人的欲望也一样通缩了。只有一种人可以安全度过通缩时代，那便是没杠杆的富人。剩下的要么是浑身负债的伪中产，要么是尘埃里的底层。躺平吧会破产，搞钱吧加速破产。什么智力、学历、创造力都不重要，大家就看谁更有忍耐力。新冠疫情期间，各国都下达了口罩令，普遍面临经济停滞的风险。西方在通缩和通胀之间果断选择了后者，直接发钱刺激通胀。美国2万亿救济法案显示，年收入低于7.5万，每人发放1200美元现金支票，儿童每人500美元；年收入高于7.5万，按每多100减5块递减，直到年收高于9万9不发救济。日本政府向收入减少的家庭直接发放2到30万日元现金，折合人民币1.3到1.9万元。此外，还发放折扣券和商品券，扶持餐饮业和旅游业。这种临危救济是为了避免社会大规模苦难。于经济而言，给居民直接发钱，让他们可劲儿消费，是为了强行拉出通胀，刺激经济循环起来。
看似简单粗暴，但确实有效。不过这种方法也有后遗症，比如经济复苏后通胀水平太高，要靠全社会的生产力去稀释一段时间，很多底层花钱一时爽，这时候就得打3份工去维持生计。那么中国为啥不发钱呢？因为胡编说了，都发钱等于都没发钱。哎，你一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大家都发了，自己就没什么优越感，确实相当于都没发。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建议，应该推举胡编拿经济学诺奖。不过呢，我们的诺奖不能搞西方那一套，不如单独设置一个胡贝尔奖，趁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事业。其实中国也发钱，只不过发钱的范围很保守。24年最后一天，彭博报道，中国公务员涨薪了，每月至少涨500，而且7月就涨了。根据通缩现状，涨工资就等于变相发钱，而且根据15、18和21年的经验，只要经济下行就给公职涨薪，一涨薪经济就有起色。那为啥不给咱老百姓发钱呢？这个问题我得举个例子。知道男女关系为啥紧张吗？因为阶级地位不平等啊。比如女生找个男朋友比较穷，就有人跟她说了，穷成那样你嫁他干嘛？你图啥呀？要是男生找个女朋友比较丑，也有人跟她说了，丑成那样你娶她干嘛？你图啥呀？置换到发钱拉通胀这事儿也一样，为啥不给老百姓发钱？嗨，老百姓多穷啊，你发他干嘛？发了都给你存起来，你图啥呀？换句话说，公职人员基础消费能力强，稍微一刺激就见效。但是刺激老百姓就得抱着发救济的心态，不能强求回报。逻辑好像说通了，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其实还是一个治理目标的问题。就好比结婚，你不能太听媒婆的，一心去图对方点好处；发钱也不能太听胡编的，一心避开底层这个大坑。因为结婚的核心目的是情感连接，发钱的核心目的是避免苦难。可是中国一切都是反的，人人都像媒婆一样，没什么好心眼子。结果你看看，一边刺激居民消费，另一边在发钱和发券之间果断选择了发文。所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首先，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里，美式消费是纯浪费，向家庭提供救济，相当于助长福利主义。其次，中国人没有道德底线，如果照搬西方的工会和福利制度，肯定又是人民公社大吃饱，最后全社会躺平。前者是政府的一贯主张，所以救民先救官；后者就比较有意思了，来自最懂中国的知黑。这2条说的有道理吗？有道理，不过只是表面原因，背后的逻辑还需要明晰。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的国民性的确有问题，小到逃票、作弊和插队，大到上学、工作和创业，几乎每一个重要的人生关头，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低贱的、投机取巧的路线。大家都想从事公务员、医科、警察、教师等等这些油水极大的行业，却始终瞧不上利润微薄的文科和蓝领行业。老头老太太一上地铁、公交，年轻人必须给他们让座，不让座就是没功德。可是免费领鸡蛋大米的队伍里，老头老太太一站就是3小时。北上广深的一些中产之家也是一样，炒房最热闹的时候，一纸限购令下来，他们能在10分钟之内决定假离婚。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中国人天生低贱吗？接下来我分3点简单梳理一下。第一点，福利制度不光是简单的发钱，还需要信用体系和财产申报作为基础。比如前面所讲的美国新冠救济，根据年收入分为3档，其中第2档最为细致，家庭收入每多100减5块，减到9万9的富人区间，刚好救济为0。同样的，养老金、失业金也得根据个人财产分别处理。我们也有信用体系，也就是人民银行推出的征信系统，可它的作用大家都清楚，是一种未审先判的胁迫，并不是为了发放福利。这2年很多人房产跌破红线，或者干脆烂尾，最终不得已选择断供。可是断供失信的后果不仅要损失财产，还有金融性死亡。第2点，钱可以看作社会生产力的期货债券。政府虽然是货币的信用背书，但更像期货债券的担保人。钱本身没有价值，有价值的其实是抵押物，也就是生产力。理想情况下，政府用钱和货币工具对社会资源进行调控优化，以此来激发社会生产力。比如美元之所以强势，是因为社会生产力持续增长。再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原本10亿人口9亿农民，生产效率锁死的情况被打破，从此迎来了农民工进城和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直到今天，中美2国较劲的地方，也是能够提高生产力的行业，比如自动化、信息化和人工智能。较劲就是竞争，竞争就需要制度性保障，比如普惠教育、劳工保障和知识产权保护。可是呢，我们连最基本的劳工权益都无法保障，也难怪网友开玩笑说外企的下限是劳动法，内企的下限是日内瓦公约。第3点，理解了钱的本质，就该明白货币发行和分配的问题。超发的人民币等同于买断了未来许多年的人民生产总值。可是，一头限制居民发挥创造力，另一头又想刺激居民的生产力，这本身就像一场自相矛盾的拔河比赛。最终的结果无疑是信心崩溃，通货紧缩，直至社会衰败。货币于个人而言是财富，于国家则是维持社会运作的工具。工具本无善恶，关键在于初心。如果初心是国富民强，则没有什么韭菜人矿之分；如果初心是国强民弱，便有了收割采矿嫌疑。善用还是恶用，确实需要一点贵族气息，但更重要的还是法律和制度的约束。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国人并非天生低贱，而是早在经济通缩之前，在人格上就形成了权力、贪欲和贫穷的通货紧缩。每个人都在问：何以立无国？何以立无家？何以立无身？上下交争力，概莫能外。久而久之，中国人要想提高获得感，就必须自个儿先卷起来，在人格上形成通缩螺旋。所以，明天会更好吗？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互动问答环节。高层住宅底下闹雷说：“你这都是废话，不住这些高层小区，你去住什么？别墅吗？你一个月赚多少？”另外一个朋友 Z 的留言很好的回答了他这个问题。别墅这个词儿有点被滥用了，一户建不等于别墅吧？别墅一般是指那些大型豪华住宅，一户建我觉得翻译成独立屋好一点。高层住宅那期影片里头没有太多的去聊土地财政的问题，但是这一期节目我们已经把土地财政的事情说明白了，就是到底是房价贵还是地价贵？结论当然是地价贵。因为政府要拿走房价的6至8成，所以不难想象，城市规划、高铁、地铁、医院、学校等等，这些都是为了把地价炒得更高、更贵。站在我们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地产商每一个都是奸商。但是当你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心里不免生出同情，就是说，地产商有没有可能也是一边哭一边盖的楼？这么一来，别墅这个词儿确实是被滥用了，好像我们的概念里只有高层住宅和别墅这2种区别。所以我一直认为，紧邻城市的农村要比城市里的社畜居住体验好得多，因为城市配套可以共享，但是独立性和舒适性要远远大于高层住宅。每期必看的 Nico 宋提问说：“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可能比较宽泛，请问如何在资本主义市场下自洽？感觉金钱真是万恶之源，相互交流谈不到请教。我想你只是上班上累了，对这一切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其实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的地方，人们就免不了现代性造成的现代病，或者说叫做人的异化。冷漠、孤独、自暴自弃，这些都属于现代性造成的现代病。在这种情况下，人好像就是为了上班而生的，其余一切事情都被称作业余。比如结婚有婚假，生病有病假，就连生孩子也得有产假。那么不上班行不行？肯定是不行，因为衣食住行、吃喝穿戴这些都得花钱。我们每天出门要像原始人出门狩猎采集一样，要给自己挣口饭吃。唯一和原始人不同的是，我们是先挣钱回来，然后再去采购自己喜欢的。现代病的背景原因大概是人剥离了宗教信仰，剥离了用事业侍奉上帝的这层关系，最后就只剩下了上班果腹，下班享受。尤其是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很难从螺丝钉岗位上寻找到什么真正的意义。就好比一个科学家只研究细分领域，哪怕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世人眼里，这些也是无足轻重的。卡夫卡是第一位描写现代病的作家，他的作品当中经常讨论人的异化这个问题。背景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是个卖保险的，而他的大多数作品也是在卖保险的过程当中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完成的。他倒不是聊金钱，而是直接描写日复一日的工作生活，到头来都是徒劳无功的。但是人好像又离不开这种徒劳无功、日复一日的工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的《变形记》。《变形记》的故事大概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就是现代人在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高压下，已经活得没人样了。可以卡夫卡一直都在主张，人的自然生活才是真正的人生。当然他自己也是初代社畜，小说的字里行间都充满着颓丧。比如说这句：“我最擅长的事儿就是一蹶不振，我的人生光是为了拂去寻死这个念头，便费了很大的劲。”安森里说，中国的房价可能在2010年之前就已经比家庭收入的15倍要高了。如果按照你的说法，15倍以上就是泡沫不买房的话，相当于这个家庭无法参与2010年至今的房地产财富分配运动。这个问题我回答他了，但是没有网友回答的好。Roy 陈是这样回答的：这个论断逻辑上有点偷换概念。2010年有泡沫，不等于2010年入场不赚钱。就好比郁金香泡沫，知道吧？一株郁金香炒到1头牛的价格，后来甚至炒到1栋房子的价格。如果你在1头牛的价格时买入，1栋房子的价格时卖出，那当然也赚了，也就是参与了你所谓的郁金香财富分配运动。但这改变不了郁金香炒到牛的价格的时候，就已经是泡沫的现实。Roy 陈这个例子举得非常恰当，因为他准确说出了击鼓传花这场游戏的风险和规则。发生在荷兰的郁金香狂热，算是人类史上最早的泡沫经济事件。我在此前聊负债的节目当中有分享过这个案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回看一下。网友大喷菇在泡沫破灭那期视频下面留言说，现在可能只能先忍忍，等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攫取海外财富补贴国内，类似日本企业当年那样出海。不过保护本土企业发展和当地就业已经是全球很多国家的共识了，要不就只能大放水或者定向放水了。在上一期泡沫破灭的视频里面，我们只提了房地产，但是也涉及到了中国经济困境的这个问题。这位朋友可能是为中国经济有一些担心，所以提出了他的几个构想。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
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这个事儿，我们一直都在做，但是攫取海外财富补贴国内，实际上就是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我们过去一直都是这样的，现在的问题反而在于逆全球化的趋势之下，如何继续维持大规模高比例的进出口。投资出海这个问题得看利率降到啥程度。如果只是人民币汇率贬值的话，那么出去投资的钱只能叫逃跑。放水的话，前面已经说了，大部分用来化债，应该去不到该去的地方。相比中国经济未来，我想大部分朋友可能更关心普通人应该咋办。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靠谱的办法，就好比全球变暖了，我们每一个人装一台空调也没什么用。但是勉为其难，咱们还是列几条，就当做通缩生存指南。第一，股市楼市风险高，别碰。第二，钱会变贵，尽可能减少债务。第三，砍掉不必要的消费，但别影响健康。第四，时刻为失业做打算，提前做好人生规划。第五，保持学习，去实现人生价值。哪怕整个经济都完了，你我的人生还没完。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持续观看的老朋友，感谢近期订阅的新朋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再见，再见。